这是清东陵的定东陵，这里埋葬着咸丰皇帝的孝贞显皇后和孝钦显皇后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、慈安两位太后的陵墓。这两个陵墓并肩而立，规制相同。因为位于咸丰皇帝定陵的东侧，所以统称为定东陵。两个陵墓中，慈禧的陵墓是目前开放的。慈禧也被称为西太后、兰贵人、老佛爷，她是清朝的无冕女皇，垂帘听政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。有人说她知人善任，有人说她贪图享乐，弄权乱政，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。她一生风光，而死后又是什么样子呢？今天带你看一看慈禧的定东陵。慈禧的定东陵，这是清朝咸丰皇帝的孝贞显皇后和孝钦显皇后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、慈安两位太后的陵墓。这两座陵墓都位于咸丰皇帝。用了我的随身导游旅途随身听。慈禧和慈安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两位皇后，在清朝晚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1861年，咸丰皇帝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了年仅6岁的同治，同时委派8位顾命大臣共同辅佐朝政。但是慈禧和慈安却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了政变，最终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掌握了朝廷大权。早在1866年，定东陵就开始了选址和设计。两宫太后还曾借拜谒东陵的名义来视察自己的陵寝。慈安陵花了260多万两白银，慈禧陵则花了227万两。关于这两宫皇太后，我们在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、垂帘听政，甚至两宫皇太后的影视作品里都看到过，所以很多他们的生前故事大部分都了解一些。1881年3月，慈安病死，9月归葬于此。1895年，也就是甲午中日爆发的这年，慈禧以年久失修为借口，花费大量白银重修自己的陵墓，历时13年，到慈禧临死前几天才全部竣工。1908年冬天，慈禧病死，次年入葬。来看一看这个慈禧的陵墓，可以说是花重金打造的。来清东陵，导游一般有3个东西会详细的介绍，一个是这里的风水，一个是这个慈禧墓的地上部分，还有一个就是乾隆的地宫。我们一起来好好看一看这个慈禧的陵墓。清东陵，这个是整个清东陵的地图，整个占地80平方公里，大小陵园15座，埋葬着5位皇帝、15位皇后、130多位嫔妃、3位阿哥，一共160多人。这个慈禧和慈安的陵墓本来建制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慈安死后，慈禧又找机会重修了她自己的陵墓，而且是耗巨资重修的。可以说慈禧陵是整个清东陵里面最为华丽的。这是隆恩殿前的龙凤璧石，都采用了透雕的手法，凤在上，龙在下，龙翔凤舞，神态生动。这个就是隆恩殿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大殿内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，天花板上的彩绘都全部是贴金的，这些大柱子上也都雕刻的金龙盘绕。据说慈禧陵墓的几个大殿用的金子高达4000多两。现在的大殿中央有一张慈禧的照片，这是慈禧晚年的照片。据慈禧身边的很多人说，慈禧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大美女，这也难怪咸丰皇帝如此爱她。这里面有一些展览，汉墓乳香，因为都跟慈禧有关，她的字号。看这个慈禧的书法和绘画，这个龙字一笔下来的，这是慈禧53岁时候写的一个书法。慈禧53
他的绘画水平也很高。真是重修之后的慈禧陵用料都是非常考究的，做工精细，装修豪华，富丽堂皇。三大殿都是用的名贵的黄花梨，木件上贴的都是金。这种奢华程度不仅在明清两代的陵墓中绝无仅有，就连紫禁城里面都难以见到。这个大殿里还展示了一些慈禧用过的物件，尤其是她用的很多玉玺。从英国买过来的慈禧之宝，也是一个御用宝玺，木质的，这应该是玉做的吧？这个玉玺刻出来就是这个慈禧皇太后之宝，看完是这个慈禧皇太后之宝，是檀香木章，在慈禧陵的地宫里出土的珍珠。灵恩殿周围的69块汉白玉板，处处都雕成了凤引龙锥，74根望柱头也打破了历史上一龙一凤的格式，均为一凤压两龙，暗示它的两度垂帘。慈禧陵除了这些地上建筑都是非常奢华的，最让世人惊叹的还是慈禧随葬的珍宝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慈禧陵墓的后半部分，前方高大的明楼，明楼前的15供，这些建筑格局都和13陵一样。前面的明楼里面就是慈禧的地宫了，带大家参观一下慈禧的地宫。慈禧的地宫，这个当年被孙殿英盗墓了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《东陵大盗》，这个慈禧墓就被当时的军阀孙殿英给盗墓了。这个地宫里有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，都被孙殿英掠走了全部珍宝。现在下到地宫里看一看，慈禧是在死后的1年，也就是1909年被葬入地宫的。由于慈禧的棺内有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，结果也引发了一场盗陵灾难。仅仅在20年后，也就是1928年，便由军阀孙殿英盗掘洗劫。现在的地宫里可以说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棺椁。当然，现在这个棺椁里仍然有慈禧的尸骨。当年被盗的时候，可以说尸骨也是受尽了凌辱。据说嘴里含着的一个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也被撬走了，脸上还挨了一刀。这可能是慈禧没有想到的，一生无限风光，死后的坟墓却屡屡被掘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地宫的旁边有个楼梯，通向上面的明楼。上面是明楼。去明楼上看一看。明楼，这就是慈禧陵上面。这个就是地宫上面的建筑，明楼和宝城。上面有一些导游在给大家做直播讲解。慈禧楼的明楼，这里有个碑，这一般都是麒麟的制高点。手脚冰凉的小姐姐，手冰凉、脚冰凉的小姐姐，这些呢都适合。然后呢，还适合什么人呢，朋友们？还适合呢加班熬。或者是说，你正在吃饭的朋友哈，你们就不要看了哈。这么多的，来等会儿啊，我先说一下哈，你们有没有害怕的？如果你们害怕的话，你们就不要看了啊。来了一刀之后，当时把慈禧的牙齿给抠掉了，而且脸上留了这么长一个刀疤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朋友扣一个，看见了哈，看见了哈。对，为什么它的形状是干枯的？因为你们现在看见的这张照片是后来我们国家在打开慈禧陵的时候
然后为了对游客方便参观，然后把这个地宫打开的时候，专家进去了之后，发现慈禧的遗体呢已经没有水分了啊。单从风景来讲，这片儿真的很美。在明楼的下面，看到一个导游在绘声绘色的讲解。这种地方真的是看景不如听景。慈禧的棺椁就放在地宫正当中的棺床上面，慈禧的干尸现在放在棺椁里边，当中放了许多奇珍异宝。慈禧入葬叫头枕翡翠荷叶枕，脚踩碧玺莲花座，左手持玉质降魔杵，右手翡翠白菜，两腿边有对西瓜，西瓜多子，这叫多子多福。慈禧的身下还有一层1尺多厚的珍宝，据说这些珍宝所泛霞光，把盗匪拿进地宫里10几根手电筒和火把的光亮全部都淹没了。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，说这颗夜明珠约为鸡蛋大小，可以1分为2，1分为2没有任何异象，合2为1发出一道淡蓝色寒光，伸手不见五指夜晚，100步内可以照到人的头发。据说这颗夜明珠最后被孙殿英给了宋美龄，宋美龄本世纪初死于美国，夜明珠下落不明。盗墓70多天之后，溥仪当时在天津张园隐居，因为被冯玉祥由故宫给轰出来了嘛，在天津张园，直到他到外头喝茶的过程当中，才发现了祖陵被盗的这个消息。因为他捡了一张报纸，上面写着的，说为啥2个月他都这样呢？一帮遗老学生就瞒着他，怕他闹事，怕他给添乱，就没敢告诉他。发现以后啊，就回到了隐居地张园，叫高达灵棚，摆上2位祖宗的牌位，发誓说一定要弑杀此贼，给祖宗报仇。但是没了政权军权是听你的，这个事儿最后4个字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。这就成为了溥仪投靠日本人成为傀儡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为26年日本人就已经在接触溥仪了，溥仪下定不了决心，始终犹豫，确是不确，直到28年祖陵被盗没人管，义无反顾的投靠了日本人。盗墓70多天后，溥仪派人给慈禧乾隆收尸，发现慈禧上身赤裸，下身着有寿字手裤，趴在了地宫西北犄角。后来您进地宫，慈禧的棺的这个犄角上，就是西北犄角，慈禧当时那个尸体就趴在那儿。翻过身来，发现慈禧2腮深陷，2眼突出，左侧嘴角有1寸多长的一个裂痕，身上长了1寸多长的一层白毛。说为什么长白毛呢？就是发霉了。随来的女性仆人给老佛爷清洗干净，用黄布包裹好，重新安葬于棺椁之中。这就是曾经风光一世的老佛爷最后的下场。现在去乾隆陵，哟，2个大。接下来去参观乾隆的陵墓，叫裕陵。